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點左右，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迪利廣場旁的榆樹大街兩側人頭攒動。今天是肯尼迪總統訪問達拉斯的日子。在前幾天，人们就從達拉斯晨報等當地報紙和廣播中得知了肯尼迪總統的車隊將會途經市中心的路段。車隊計劃從達拉斯愛田機場出發，途經主幹道，最終抵達迪利廣場，沿休斯頓街轉入榆樹街，然後前往達拉斯貿易市場參加午宴。之所以總統車隊的路線被如此詳細的公開，也是為了方便市民和媒體安排觀看，並與總統互動。上午的小雨過後，達拉斯的天氣已經放晴。原本因為天氣感到失望，以為看不到總統的市民們，此時正擁擠地站滿了車隊即將途經的大街兩旁。萊蒙大道、主街和休斯頓街兩旁都站滿了人，尤以主街最為擁擠，那裡有數千的市民。而榆樹街因為位於迪利廣場，空間開闊，道路較短，且是車隊路線末段，吸引的觀眾不如是中心街道多，大約只有數百人。由於榆樹大街的人分布較稀疏，所以這裡也是拍攝總統車隊的絕佳地點。榆樹街附近北側草坪和人行道上，除了有零散觀眾外，還有不少的記者和攝影愛好者在等待着肯尼迪的出現。亞伯拉罕·扎普魯德就是其中一個。此時的他正站在一個4英尺高的混凝土機台旁，調試他手中的貝爾攝影機。這個機台從榆樹街以北草丘上的一個混凝土涼亭延伸而出，該涼亭位於迪利廣場以北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的對面。扎普魯德對這附近再熟悉不過了。1949年，他與其他人共創了一個服裝公司，他的服裝辦公室就位於距此不遠處的達拉斯紡織大樓4樓。扎普魯德是肯尼迪總統的仰慕者，他原本就計劃在11月22日拍攝總統車隊穿越達拉斯市中心的場景，但由於當天早上下雨，他決定取消。那天早上，他上班時並沒帶相機。後來，扎普魯德的助手堅持要他先從家裡取回相機，然後再去迪利廣場，因為天氣已經放晴了。扎普魯德原本計劃從辦公室窗戶拍攝車隊，但後來選擇了迪利廣場上更好的位置，因為車隊會經過那裡。時間來到中午12點30分，這時的扎普魯德已經站在了他早已選好的那塊混凝土機台上。由於扎普魯德有眩暈症，即使是獨自站在幾英尺高的地方也感到不安，所以他的秘書西茨曼主動提出站在他身後，幫他扶住外套，扶住他。總統車隊從休斯頓街拐進榆樹街，在圖書倉庫門前駛過時，扎普魯德開始了錄制。扎普魯德所用的底片是一共有486幀的柯達安全底片，只能錄制大約20多秒。不一會，肯尼迪總統的車隊就快要到達扎普魯德和西茨曼所在位置的正前方，距離榆樹街中心僅20米。而就在這時，扎普魯德突然聽到了一聲槍響，然後又是1-2聲槍響。於是扎普魯德看到了讓他這一輩子都忘不掉的一個畫面，這是肯尼迪生命的最後一刻，整個過程全部被清晰地記錄在了扎普魯德的膠片中。但直到今天，肯尼迪之死在世人的眼中依舊是一個疑案，即使美國公布了許多關於暗殺肯尼迪案件的檔案，卻依舊消散不了重重迷霧。那麼肯尼迪的最後一天到底經歷了什麼？我們能否從中找到一點點答案呢？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這期影片我們將為你講述美國總統肯尼迪最後一天的故事。1963年11月22日上午11時37分，一架飛機緩緩降落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愛田機場，這是美國總統的專機空軍1號。飛機上坐着的正是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與第一夫人傑奎琳·肯尼迪。大約13分鐘前，這架飛機從沃斯堡的卡斯維爾空軍基地起飛，經過短途飛行後抵達這裡。就在2-3分鐘前，副總統約翰遜夫婦乘坐的空軍2號已經先於總統肯尼迪夫婦抵達。在這短短2天的時間裡，兩架飛機頻頻在德克薩斯州的數個城市上空起飛和降落。這是肯尼迪本次南方之行的第2站。本次南方之行的第1站是佛羅里達州，
11月18日，肯尼迪總統一行人訪問了佛州的坦帕和邁阿密，向民主黨政治家、勞工領袖和美洲記者協會就國內經濟和外交事務問題做了演講，特別談到了和拉丁美洲各國的關係問題。肯尼迪在佛羅里達州的訪問可以說是十分成功，所以他對這次的德州之行也充滿信心。但實際上，肯尼迪在確定要來達拉斯之前，已經有許多人在擔憂他這次對達拉斯的訪問是否是一種冒險。因為就在大約1個月前，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於10月24日聯合國日訪問達拉斯期間，就遭到了一夥極端保守人士的戲弄和人身威脅。但肯尼迪還是決定來了。在本次肯尼迪總統到來之前，已經有白宮團隊的先遣队提前考察了總統本次德克薩斯州之行的路線。11月12日上午8點多，一架專機搭載先遣隊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起飛，按照肯尼迪總統即將訪問德州的路線前往休斯頓、聖安東尼奧、奧斯汀、沃斯堡和達拉斯。11月13日，白宮特勤局人員與達拉斯特勤局特工們來到達拉斯商會主席羅伯特·卡勒姆的辦公室，討論肯尼迪總統訪問的計劃。他們重新考察了貿易市場和婦女大廈，並與貿易市場的代表會面。最後，根據康納利州長的意願，他們推翻了先前在婦女大廈舉行達拉斯午餐會的決定，將地點改為達拉斯貿易市場。午餐地點的變更導致車隊穿過達拉斯市區的路線發生了改變。本次德州之行的行程時間安排非常緊湊。在來到達拉斯之前，肯尼迪與第一夫人傑奎琳·肯尼迪及其隨行人員先是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乘空軍1號來到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在下午約1點半左右到達時，受到超過12萬人的歡迎，人群衝破警戒線與他握手。肯尼迪在參觀了布魯克斯航空航天醫療中心後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強調美國進入成就與挑戰的新時代，並呼籲開拓者和先驅。緊接着下午約4點左右，又乘空軍1號飛往休斯頓。到了晚間，肯尼迪在休斯頓的賴斯酒店向聯合拉丁美洲公民聯盟發表簡短講話，隨後參加了在休斯頓競技場舉行的晚宴，並在晚宴上致辭。晚宴結束後並沒有停歇，大約在晚上11點後，空軍1號又載着總統飛往沃斯堡，降落於卡斯維爾空軍基地。在一番迎接儀式後，總統一行人在午夜後抵達了沃斯堡的德克薩斯酒店休息。第二天清晨，沃斯堡飄起了小雨，肯尼迪在德克薩斯酒店外停車場冒着小雨向數千人群發表簡短演講，隨後與民眾握手。大約上午8點45分，總統在第8街對面的廣場上發表早餐前演講。與會者是沃斯堡商會的成員，大部分是保守的共和黨人。到了上午9點10分，肯尼迪抵達德州飯店大宴會廳，準備發表預定的演說。演講結束後，總統顧問肯尼奧唐納通知負責行程的特勤局特工羅伊凱勒曼，如果達拉斯天氣晴朗，總統專車就不應該安裝泡泡頂棚。上午10點後，回到酒店的肯尼迪在查看酒店藝術展時，討論了在達拉斯晨報上的一則指責肯尼迪叛國的批評性內容。他也知道了，在前一天開始，達拉斯就有人開始到處散發反對他的傳單。這份散發的通緝叛國傳單的內容指控肯尼迪在外交政策上背叛國家，如對古巴的政策、與蘇聯的談判等。對於這種傳單，在美國已經司空見慣。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公開批評政府或總統是美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在此前的德州行程都進行得很順利，這給了肯尼迪極大的信心。所以肯尼迪只是開玩笑地告訴妻子說，我們今天要去瘋人院了。當空軍1號降落在達拉斯愛田機場的時候，達拉斯在經歷了一場小雨後剛剛放晴。肯尼迪夫婦在下飛機後受到熱情歡迎，他們走向圍欄，與民眾握手數分鐘。傑奎琳獲贈一束紅玫瑰。進入一輛於1961年產的敞篷林肯大陸轎車。按照之前的計劃，現在的達拉斯已經放晴，所以原本計劃下雨需要安裝的泡泡頂被撤下。這是為了讓達拉斯市民一睹第一夫人的風采。
同時也為了表示總統對達拉斯市民的信任，肯尼迪沒有讓探員安裝防彈罩。車隊的行進路線已經過了周密檢查，在車隊前方開道的警車隸屬於達拉斯警察局，裝備有和總統座車保持聯繫的通訊設備。乘坐這輛車的是總統的探員。肯尼迪和夫人傑奎琳乘坐的林肯轎車位於這輛警車的後方。總統座車有3排座位，可以搭乘7人。車上搭乘的有位於前排左側的汽車司機威廉克瑞爾和右側的秘密探員罗伊克萊曼。第2排上乘坐的是州長約翰康納利和位於他左側的州長夫人納里康納利。肯尼迪和夫人傑奎琳坐在後排座位上，肯尼迪位于右側。按照計劃，車隊要行進大約10英里路線，通過市區前往貿易市場午宴。由於選定這條路線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總統與達拉斯的民眾親切互動，所以總統在從機場到貿易廣場的路線都是公開的，這是為了方便民眾提前到達總統經過之處。按照接下來的計劃，下午總統一行人將在達拉斯的貿易市場參加午宴並發表演講，討論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然後飛往奧斯汀，在市政禮堂參加歡迎晚宴。晚間將在德克薩斯州約翰遜市附近訪問副總統約翰遜的牧場，整個德州之行將在那裡結束。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在按原本的計劃進行。12點過後，車隊以15至20公里的時速開到達拉斯市內，所到之處擁擠着歡迎的人群，沿途兩旁的樓房也都打開了窗戶，正在工作的人們透過窗口觀看這一盛況。同時，在歡迎的人群中，也有一些持批評意見的团體和個人，高舉各類抗議標語，進行了示威活動。但總體上來說，總統車隊在整個行程中幾乎沒有意外發生。這樣的小打小鬧的抗議，在美國任何地方都是稀鬆平常的，特別是在達拉斯這個由保守派占主導的城市，許多居民在3年前的那場總統選舉中都是支持尼克松而非肯尼迪。在德州，反對肯尼迪的聲音確實比其他地方要多，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這還要從3年前的那場總統選舉說起。肯尼迪家族的發跡要從約翰·肯尼迪的祖父派崔克·肯尼迪說起。出生在波士頓的派崔克·肯尼迪的父親，也就是約翰·肯尼迪的曾祖父，是愛爾蘭維克斯福德郡一個家境貧寒的農夫。在1848年，為了逃避愛爾蘭發生的馬鈴薯大饑荒，與許多愛爾蘭年輕人一樣，跨越大西洋來到美國。在派崔克·肯尼迪出生後不久，他的父親因霍亂去世，於是他的母親靠着雜貨店生意，讓他們的家庭經濟保持了穩定。年幼的派崔克甚至有機會進入波士頓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学校聖心學校就讀，早年還當過碼頭工人。派崔克·肯尼迪的社會地位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他收購了一家瀕臨倒閉的酒吧，生意興隆後，他又投資了幾家其他酒館，並進軍酒類分銷，賺了不少錢。當時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普遍喜歡飲酒，許多社交活動也都在酒吧裡進行。派崔克借此參與到當地的政治活動，在他的社區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傾聽貧困者的心聲，並經常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經濟援助。他還當過馬薩諸塞州的議員。約翰·肯尼迪的父親老約瑟夫·肯尼迪於1888年生於波士頓。由於這時他的家境不錯，所以可以在波士頓最好的學校接受教育。之後在享有盛譽的哈佛大學獲得了大學學位。老肯尼迪在畢業後從事銀行業。1914年在波士頓東區哥倫比亞信託銀行當總經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伯明翰造船公司下屬的一個分廠任副總經理。一戰結束後，老肯尼迪因為投資股票賺了大錢，就此成為百萬富翁。後到好萊塢經營電影制片業，電影制作為他帶來了豐厚的500萬美元收入，相當於今天的6500萬美元。也就是在這期間，1917年，他9個孩子中的第2個孩子約翰·肯尼迪出生了。禁酒令頒布後，老肯尼迪還獲得了帝王蘇格蘭威士忌和戈登金酒的獨家經銷權。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能夠為家人提供他夢寐以求的經濟保障。
在商業生涯結束後，他準備進軍政界。1930年回到波士頓。1932年美國總統選舉時，他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這讓他積累了政治資本。1934年，他被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任命為新成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1937年，又主持海事委員會。不久後，出任美國駐英國大使。他從1938年到1940年底一直擔任該職位。儘管後來的老肯尼迪最終失去了羅斯福的青睞，但他的聲望已鞏固。老肯尼迪後來利用他巨大的財富和人脈來幫助他的兒子們追求政治職位。積累和鞏固了豐厚政治資本的老肯尼迪堅信，他們老肯家一定會出一個美國總統。而這個期望首先就被放在了他的大兒子小約瑟夫·肯尼迪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約翰·肯尼迪在1945年曾短暫擔任記者，前往戰後德國，之後便着手開始從政。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哥哥小約瑟夫·肯尼迪在英國戰場上執行任務時不幸犧牲，而他哥哥是全家寄予厚望，將來要培養成美國總統的人選。這樣一來，家人都將維護家族名聲的重任寄托在了約翰·肯尼迪的身上。同樣是在二戰時期，大學畢業後的約翰也加入了美國海軍，上了戰場。他不滿足於文職工作，設法被派往二戰太平洋戰區作戰。約翰是109號魚雷巡邏艇的艇長。當這艘巡邏艇被一艘日本驅逐艦擊沉時，約翰救出了他的船員。此時的約翰已經是一位聲名顯赫的作家和戰爭英雄。他熱愛歷史，游歷廣泛，並且在國際事務方面擁有一些親身經歷。他還談吐流利，相貌英俊，魅力十足。約翰·肯尼迪果然不負家族的期望，在政壇上一路拼搏，闖出了天地。1946年，約翰·肯尼迪首次踏入政壇，贏得美國眾議院席位及馬薩諸塞州第11國會選區的席位。在美國眾議院任職6年後，肯尼迪又成功贏得了美國參議員的席位。1953年，肯尼迪與傑奎琳·布維爾結婚。1954年，他接受了一次嚴重的背部手術，之後利用康復的間隙寫了一本新書《勇氣人物》。這本書收錄了8位美國參議員的簡短傳記，他們做出了一些違背黨派和選民意願的決定，但最終卻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做出改變。《勇氣人物》於1956年出版後，迅速成為暢銷書，並於1957年獲得普利茲獎。此時的肯尼迪已經名聲大振。1956年，肯尼迪競選阿德萊史蒂文森的副總統候選人，他以微弱差距敗給埃斯蒂斯基福福，但在195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為史蒂文森發表提名演講，進一步提升了全國知名度。到了1960年，43歲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肯尼迪正式競選總統，成為民主党領跑者，並以微弱的優勢最終擊敗了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43歲的肯尼迪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當選總統，也是美國第一位天主教徒總統。但肯尼迪在上任之初就伴隨着一場選票欺詐風波。在這次選舉總計6800多萬張選票中，約翰·肯尼迪的優勢極其微弱，只有約11萬票，僅 0.1% 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幾乎在選舉結果揭曉的同時指責說，約翰·肯尼迪取勝的原因是伊利諾伊州和德克薩斯州的選票欺詐行為所致，但這種指責無法得到證實。而且，理查德·尼克松公開採取高姿態，拒絕質疑選舉結果。肯尼迪在上台之後，可以說是面臨着國內外諸多的挑戰。在國內，當時的美國南方種族隔離制度仍根深蒂固，大學校園成為民權運動的重要戰場。其中最著名的黑人歧視案件是1962年的密西西比大學事件。詹姆斯·梅雷迪斯是一名退役空軍老兵和非裔美国人。1962年初，他申請進入密西西比大學攻讀歷史和法律，但因種族原因被拒絕。他通過美国公民自由聯盟的法律援助，向聯邦法院起訴，最終於1962年9月13日贏得最高法院支持，判決大學必須錄取他。梅雷迪斯在聯邦法警護送下抵達牛津市，
但州國民警衛隊和地方當局封鎖了校園入口，阻止他注冊。肯尼迪總統最初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化解，但騷亂升級後，他於10月1日調動3萬名國民警衛隊和聯邦軍隊進入牛津，強制恢復秩序。肯尼迪在電視講話中強調，我們不能允許州權凌駕於憲法之上。在國際事務上，肯尼迪面臨的問題更加棘手。首先就是肯尼迪上任之初的豬灣事件。在肯尼迪当選美國總統之前，艾森豪威尔內閣建立了一個關於推翻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的計劃。這個計劃是由中央情報局和一小部分美國聯邦政府官員負責起草的，目的在於為古巴的反卡斯特羅反革命抵抗者提供武器，然後讓這些受過美國訓練的抵抗者入侵古巴，並煽動古巴民众，從而削弱卡斯特羅在古巴的力量。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命令这些先前被訓練的抵抗者開始入侵古巴。在這次被稱為豬灣事件的入侵古巴行動中，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1500名來自美國訓練營的古巴反動軍2506突擊旅，帶着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夢想，回到了那片土地。然而，肯尼迪在下命令的時候，要求突擊旅在沒有美軍空軍支持情況下對古巴進行襲擊。1961年4月19日，古巴政府就已經逮捕或者擊斃了這群反動者。肯尼迪也被迫要去為釋放被俘的1189名生還者而進行談判。這次計劃的失敗被歸咎於軍方高層之間缺乏溝通，其中所導致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讓反動軍在登陸時完全沒有得到海上的任何支援，使得他們在登陸之時就已經潰不成軍。20個月之後，古巴以價值5300萬美元的食品和藥品作為交換條件，釋放了被捕的反動者。更嚴重的是，這次行動讓卡斯特羅開始提防美國，並完全倒向蘇聯。豬灣入侵失敗使肯尼迪政府顯得缺乏準備和判斷力。公眾和媒體批評他對中央情報局計劃的盲目信任以及對古巴局勢的誤判。肯尼迪上任僅3個月，這次失利讓他的領導能力受到質疑。豬灣事件暴露了 CIA 情報失誤和計劃缺陷。此後，肯尼迪對情報機構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他隨後推動了對 CIA 的改革，包括撤換部分高層，如 CIA 局長艾倫·杜勒斯。緊接着，肯尼迪又迎來了另一個挑戰——古巴導彈危機。美軍 U-2偵察機在1962年10月拍到了正在古巴建設中的蘇聯制中程彈道導彈發射井的照片。這張照片預示美國很快就會被陷於嚴峻的核彈威脅中。肯尼迪也因此陷於進退兩難。如果美國攻擊這個導彈發射井，可能會直接導致與蘇聯的核戰爭；但是如果美國不採取任何行動，則要一直忍受近距離的核彈威脅，並進一步導致冷戰惡化。由於距離太過接近，如果對方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發射核彈，美國很可能會在未還擊之前就被擊垮。當時許多軍事專家和內閣成員希望對核彈發射井進行空襲，但肯尼迪則派遣美國海軍監視所有抵達古巴的船只，並做好封港準備。他開始與蘇聯談判，並要求蘇方撤回一切在古巴的防禦武器及器械。如果不這麼做的話，蘇聯和古巴人民則要面臨封港。最終在1周後，他與赫魯曉夫達成了一個長期的協議。赫魯曉夫同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出導彈，只要美國保證永遠不會攻擊古巴，並且悄悄地移除美國在土耳其境內的導彈發射井。根據與當時的白宮女實習生阿爾福德後來所寫的回憶錄，他說，肯尼迪總統在古巴導彈危機時對他說：“我寧願我子孫赤化而非死亡。”但無論怎樣，這次對於古巴導彈危機的處理還是為肯尼迪挽回了一定的聲譽。時間來到1963年，肯尼迪的4年總統任期已經走過了快3年，他要為自己尋求的第2個任期的競選做準備，這也是他為什麼要進行這次南方之行的原因。他要幫助自己所在的民主黨開展競選活動，募集捐款，並為準備在1964年11月舉行的大選中謀求連任做準備工作。由於此前在1960年的總統大選中，肯尼迪·詹森組合被指控在德克薩斯州存在選票欺詐行為，
這次的德州之行自然而然還要為彌合該州民主黨領袖之間的分歧而努力。肯尼迪知道，由於他在民权問題上的立场，在大多數南方州他都很難取得選舉的勝利，因此他決定將投入特殊的努力來贏得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支持。时间来到了当天下午12點20幾分，肯尼迪的車隊從主街右轉進入了休斯頓大街，面向了高大的教科書大樓。由於這次的總統車隊路線是公開的，旨在讓公眾能看到總統，增加民众與總統產生互動，因此事先專門選擇了穿過市中心繁華街道的緩慢路線。在道路兩旁早就在此等候的民眾注視着總統的車隊以不到20公里的時速緩慢行駛在休斯頓大街，直到12點30分在休斯頓大街與榆树大街的交叉路口，車隊急轉135度駛入街，這是一條向下傾斜的道路。當這輛豪華轿車駛入榆樹街時，赫茲租車公司樓頂上巨大的時鐘顯示的時間從12點29分變成了12點30分。到這裡，其實原計劃10英里，也就是總共16公里的路程已經走了一大半。從當前總統車隊的位置迪利廣場到貿易市場的直線距離僅僅只有5-6公里。總統車隊轉到榆樹街後，仍保持着15至20公里每小時的緩慢速度行駛。此時的教科書倉庫大樓在車隊的右後側漸漸遠離。由於榆樹大街兩旁的樹木矮小，而且前方有一個鐵路立交橋，圍觀市民較少，所以整個車隊就暴露在了教科書倉庫大樓的右側。就在總統車隊轉進榆樹街，經過教科書倉庫大樓門口時，站在榆樹街以北的草丘上4英尺高的混凝土基台上的扎普魯德，用他手中的攝影機開始了錄制。扎普魯德的底片以486幀的柯達安全底片，捕捉了載着肯尼迪總統的車隊26.6秒的行駛畫面。目擊者回憶說，第一槍是在總統開始用右手揮舞後響起的。旁觀者回憶聽到了3聲槍響。扎普魯德的影片顯示，在影片第215至223幀處，總統暫時被斯特蒙斯高速公路標誌擋住視線後又重新出現。到第225幀時，他的嘴巴已經張大，露出痛苦的表情。他舉起拳頭遮住自己的臉和喉嚨，向左轉向他的妻子。康納利也被擊中。特勤局特工克林特希爾作證說，他聽到了一聲槍響，然後從特勤局後續車輛的踏板上跳了下來，緊隨肯尼迪身後。接着就是非常糟糕的一幕，肯尼迪總統被槍殺了。肯尼迪中弹後，康纳利州長也身負重傷，他大喊：不，他們要殺死我們所有人。槍擊停止後，肯尼迪的身體癱在座車的後座上，倒在傑奎琳的身旁。傑奎琳呼喊着隨扈克林特希尔，我的上帝，他們打中了他的頭。随扈克林特希尔一直站在緊隨總統坐車之後的一輛敞篷轿車的左側門外。就在槍擊開始的瞬間，聽到槍聲的希尔跳了下來，並快速跑向還在他前方行駛着的總統座車，準備爬上總統座車的後車廂，保護位於後排座位上已經中彈的肯尼迪和受到驚嚇而十分恐懼的傑奎琳。豪華轎車司機和警用摩托車響起警笛，以大約13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沿着大約4英里外的斯特蒙斯高速公路和哈里海因斯大道疾馳而去。此时赫兹租车公司的时鐘仍顯示着12點30分。總統座車在槍擊發生後飛速駛離迪利廣場，趕往帕克蘭紀念醫院。到達醫院後，州長康納利先被抬下車，接着是肯尼迪。在帕克蘭紀念醫院第一護理室參加搶救肯尼迪的醫護人員表示，他的情況在到達醫院時已經很嚴重了，這意味着他已經沒有生還的希望了。一位參加搶救工作的帕克蘭醫院醫師記錄道，在採取了一切必須的措施，使用了所有必要的醫療器械後，我們只能宣布總統已經死亡了。我們為他撤除了輸液管和4急救。隨後，第一夫人和一位神父走了進来，最後的现场就這樣被保留了下來。第一夫人離開後，我們撤掉了所有的裝置。監察官員讓我離開，拿一塊塑料罩放進棺材的底部，我拿來了它。
總統被放進棺材，等待救護車運走。帕克蘭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稱，他因頭部和頸部受到多處槍傷而死亡。在美國中部时間下午13点，在他所有的心臟機能都停止，并且在神父做完临終祈禱後，總統被正式宣布死亡。副總統林登·詹森所坐的車在穿過達拉斯市區時，位於總統車隊中位於肯尼迪坐車2輛車的後面。在槍擊中他沒有受傷，隨後他在空軍1號上繼任了美國總統。就在肯尼迪的林肯座駕在通往帕克蘭紀念醫院的高速公路上狂奔的時候，整個達拉斯的警察都被調動起來尋找兇手。中午12點45分，達拉斯警方第一次發布了一份關於嫌疑人槍手的描述，並向全體市民進行廣播。廣播中描述的槍手是一名白人男性，30歲左右，淺色膚色，苗條但整潔，身高約5英尺10英寸，體重約160至170磅，穿着淺色衣服。這是在肯尼迪槍殺案發生幾分鐘後，一位名叫霍華德·布倫南的男子向警方報案時描述的槍手面貌。目擊者霍華德·布倫南聲稱，他當時坐在德州教科書倉庫對面的街道上，看着車隊駛過。突然，他聽到樓上傳來一聲槍響，抬頭看到一名男子持槍從6樓東南角的窗戶又開了一槍。他說，幾分鐘前他也看到同一個人透過窗戶從裡面往外看。在第二槍響後，布倫南回憶說，我之前看到的這名男子正瞄準最後一槍，然後可能又停頓了1秒鐘，似乎在確保自己擊中了目標。達拉斯警方隨後分別又在下午12點48分和12點55分廣播了槍手的描述。就在達拉斯全城的警察都被調動起來尋找廣播中描述的那個槍殺肯尼迪總統的兇手的時候，大約在下午1點15分之後，達拉斯所有警車的無線電都收到了來自蒂皮特警官駕駛的警車發來的呼叫。有一個聲音在無線電中說，蒂皮特警官剛剛被槍殺了。這個用無線電報告蒂皮特警官死訊的人，就是一名普通的達拉斯市民明哥貝納維德斯。根據後來的沃倫報告中所描述的，當時他正開車沿着街道行駛，他看到一輛警車停下，一名警官正從車裡走出來，顯然他一直在和站在車旁的那個人說話。警察下了車後，在車旁的男人朝他開槍，蒂皮特被槍殺了。坐在卡車裡的明哥並不急着下車，他坐在那裡觀察着一切。然後那個男人轉身走開的時候，將手裡的子彈邊走邊扔進灌木叢裡離開了。許多目擊者聽到了槍聲，看到奧斯瓦爾德手持左輪手槍逃離現場，其中9人確認他就是槍殺蒂皮特後逃跑的人。緊接着，在此後報警報告疑似奧斯瓦爾德位置的是一家影院的售票員。這家影院附近的鞋店經理約翰尼·布魯爾作證說，他看到奧斯瓦爾德躲進了店門入口的壁龕。布魯爾對此心生懷疑，眼睜睜地看着奧斯瓦爾德繼續沿街前行，沒有付錢就溜進了附近的德克薩斯劇院。當時那裡正在上映電影《戰爭是地獄》。他提醒了劇院的售票員，售票員隨後就報了警。此時距離肯尼迪被槍殺已經整整過去1個小時，總統被槍殺身亡的消息已經被廣泛報道。大約在下午1點40分，當警察趕到現場時，劇院的燈亮了。布魯爾指着奧斯瓦爾德坐在劇院後排附近。警官尼克·麥克唐納作證說，他是第一個找到奧斯瓦爾德的人。奧斯瓦爾德似乎準備投降，說：“好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麥克唐納說，奧斯瓦爾德掏出一把藏在褲子裡的手槍，指着他，扣動了扳機。麥克唐納表示，手槍之所以沒有成功開火，是因為當他伸手去抓手槍時，手槍的擊錘擊中了他拇指和食指之間的指尖縫隙。麥克唐納還表示，奧斯瓦爾德襲擊了他，但他進行了反擊，奧斯瓦爾德的武裝被解除。當他被帶出劇場時，奧斯瓦爾德還高喊自己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在接受弗里茲上尉的審訊時，當被問及你是共產主義者嗎？他回答說，不，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是馬克思主義者。奧斯瓦爾德手持後來被認定為兇器的步槍的照片，是將奧斯瓦爾德與暗殺總統聯繫起來的重要證據。
1963年11月23日，警方於德克薩斯州歐文市，在蘇聯妻子瑪麗娜的朋友露絲·佩恩的車庫中發現了這張照片。瑪麗娜告訴沃倫委員會，大約在1963年3月31日，他拍下了奧斯瓦爾德手持一支卡爾卡諾步槍、一把裝在槍套中的手槍以及2份馬克思主義報紙《戰士報》和《工人報》的照片。奧斯瓦爾德在接受達拉斯警方訊問時，被警方出示其中一張照片，他聲稱這是偽造的。達拉斯警察局長威爾弗里茨表示，他說這張照片不是他的，那張臉是他的臉，但這張照片是有人把他的臉疊在一起拍的，照片的另一部分根本不是他，而且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張照片。他告訴我，他非常懂攝影，總有一天他能證明這不是他的照片，是別人拍的。後來的2009年，計算机科学家哈尼法里德对奧斯瓦尔德手持步槍和紙張的照片進行了數字分析，得出結論，這張照片幾乎肯定沒有被修改過。在被捕當晚約午夜時分，奧斯瓦爾德在被帶到警察總部走廊時对記者喊道：“不，他們抓我是因為我在蘇聯住過，我只是個代罪羔羊。”而這成了他生前被媒體記錄下的最後一句话。在1963年11月24日，肯尼迪總統遇刺2天後，作為刺殺肯尼迪總統的重要嫌犯李哈維將被從事監獄轉移到縣監獄。在此之前，警方已通知新聞機構，轉移奧斯瓦爾德的預定時間是這天上午9點15分。然而，當局直到上午11點以後才開始轉移奧斯瓦爾德。當李哈維出現在達拉斯監獄的地下室時，攝影記者與報社人員已經早早在此等候，大約聚集了50人左右。當奧斯瓦爾德被帶出達拉斯監獄時，一名男子突然衝出，向他開了一槍。這名男子就是傑克·盧比。盧比開槍後立即被現場警察制服並逮捕。他使用一把藏在風衣下的.38口徑左輪手槍，一槍擊中奧斯瓦爾德的腹部，導致奧斯瓦爾德當場倒地，並在2小時後不治身亡。盧比在被捕時大喊：“你這個該死的混蛋！你殺了我的總統！”槍擊事件的確切時間是上午11點21分。傑克遜拍下了奧斯瓦爾德被槍擊的瞬間。達拉斯晨報的傑克·比爾斯拍到了一張類似的照片，比傑克遜的照片早了1/6秒。在比爾斯的照片中，盧比還沒有開槍打死奧斯瓦爾德。當時的現場正在被電視直播，盧比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槍殺了李哈維，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和震驚。就在李哈維在達拉斯監獄地下室被槍擊的時候，肯尼迪總統的遺體正躺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圓形大廳，放置在林肯1865年使用過的靈台上供人瞻仰。在肯尼迪的遺體被送回華盛頓貝蒂斯海軍醫院驗屍之後，為了準備葬禮，而後又運回了白宮的東大廳，並放置了24小時。在刺殺事件後的星期日，被美國國旗掩蓋住的靈柩被送到國會大廈，以供公眾悼念。從早上一直到深夜，成千上萬的公眾前來悼念這被嚴密看守着的棺材。11月25日當天，美國國會圓形大廳前往向肯尼迪致以最後敬意的人超過25萬。上午11點，覆蓋着星條旗的靈柩從大廳中移出，放置在由4匹馬拉的靈車上，首先前往白宮，然後前往聖瑪竇主教座堂舉行簡禮殯葬彌撒，最後被送到阿靈頓國家公墓，並被安葬在一個特制的地下墓穴裡。當天，全球在電視機前收看葬禮現場直播的人有數億之多。到此為止，肯尼迪剛剛死後2天，暗殺他的嫌疑人李哈維就被槍殺了，根本都還沒來得及對嫌犯進行過多的調查。所以，公眾對於這起案件關注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个在電視直播的眾目睽睽下槍殺李哈維的傑克·盧比身上。傑克·盧比是一名在達拉斯經營夜總會生意的猶太裔美國人。盧比被關押在達拉斯縣監獄，他在逮捕後立即接受了達拉斯警察的初步審訊，這些審訊記錄已成為公開檔案。在達拉斯警察對其的初步審問中，審問者反覆詢問盧比為什麼射殺奧斯瓦爾德。盧比回答稱，他對肯尼迪的死極度悲痛，並擔心奧斯瓦爾德的審判會讓猶太人成為替罪羊。他表示，
我只是想成為英雄，保護肯尼迪的遺孀免於痛苦。他否認任何政治或經濟動機。當被問及是否事先計劃時，盧比承認他那天早上去了西部聯盟電報局匯錢給一名舞女，然後步行到警察總部地下室。他聲稱這是巧合，並非蓄意潛入。但審問者質疑他如何輕易進入警衛森嚴的地下室，因為盧比與當地警察關係密切，常在俱樂部招待他們。盧比否認有內應。在審問的過程中，盧比抱怨頭痛和情緒崩潰，聲稱整個國家都在針對我。審問記錄顯示，他表現出偏執和情緒不穩。這些審問確立了盧比的初步供詞，但也引發了陰謀論，因為盧比的警察關係太便利。1964年3月14日，盧比終因惡意謀殺而被判死刑。盧比的妹妹艾琳寫信給委員會，指盧比數次要求把他帶到華盛頓特區，說我在這裡有生命危險。沃倫委員會從1964年6月7日開始對盧比進行了正式審訊。沃倫委員會是總統肯尼迪遇刺調查的官方機構，由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領導，旨在查明奧斯瓦尔德是否涉入更大陰謀，並評估盧比的行為是否與之相關。盧比的審訊焦點在於他的動機、背景和潛在共謀者。他們採訪了盧比本人、其兄弟、律師和證人，總計數百小時。核心問題是盧比是否受雇於黑幫、CIA 或反卡斯特羅勢力滅口奧斯瓦爾德，以掩蓋肯尼迪遇刺的更大陰謀。盧比強烈否認，我被利用了，但不是陰謀的一部分。我只是個傻瓜。他提到害怕猶太人被指責，但委員會認為這不是主要動機。盧比解釋，手槍是從芝加哥一位老友處買的二手貨，非黑市。他否認是為刺殺奧斯瓦爾德準備。委員會安排精神病學家評估盧比，他被診斷為有精神病傾向，但足夠神志清醒承擔刑事責任。盧比在審訊中表現出絕望和偏執，稱猶太人會因我而遭殃。最後，1964年報告認定盧比的行動是獨立且衝動的，沒有證據顯示他參與肯尼迪遇刺的陰謀。1964年3月，盧比被判蓄意謀殺之後，盧比的律師團隊由山姆休斯敦科林頓帶領，向德克薩斯州最高刑事法庭呼籲。盧比的律師認為他不可能在達拉斯這座城市接受公平審判。由於公眾的壓力太大，1年之後，1965年3月，他認罪了。盧比在簡短的電視新聞發布會上說，真相並沒有浮出水面，這個世界不會再知道實際發生了什麼，包括我的動機。那些當權的、別有用心把我推到風口浪尖的人們，將不會把真相公布於眾。當被記者問及這些人都身居高位嗎，傑克？他回答，沒錯。終於，上訴法庭同意盧比的律師新的訴訟請求。在1966年10月5日，盧比認罪，且死刑結果被推翻。1966年12月9日，因罹患肺炎，盧比被送往達拉斯的帕克蘭醫院，同奧斯瓦爾德和肯尼迪的死亡地。1天之後，醫生在他的肝肺和大腦中發現癌細胞。在彌留之際，他對律師埃爾莫格茨說，我獨自負責奧斯瓦爾德的死，沒有別人。盧比於1967年1月3日在醫院去世，享年55歲，死因是肺栓塞。至此，在李哈維被槍殺後，承載着所有对肯尼迪遇刺案焦點的盧比死了。而這個案件直到今天還有未消散的無數疑團留在人們心中。